首先确定下姿势吧。两人重新坐回客厅。诺顿打开电脑，一副直白赤裸的性交姿势图就这么展现在屏幕上。要演情侣的话，可以先从一些经典体位开始，比如传教士能显得更亲密，更有说服力。后入可能会有点粗暴，但观感刺激，向来很受观众欢迎。侧入也可以，方便看清关键部位，直播效果也很好，就是做起来节奏感差点，可能抽插没有那么深入。诺顿一点缓冲没给，直接抛出一连串炸雷。奈布无言以对。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但一时间还是被这毫无打码的图片和毫不委婉的描述震得说不出话。他一向知道自己这位室友是个有上进心的人。作为地质勘探员，诺顿经常会带回矿石研究，还能看他拿着大部头的专业书籍在客厅学习。只是没想到在黄色直播这一领域上也是充满了敬业精神。不过说来可笑，他们勤勤恳恳工作只能混得温饱，不得不钻研其他副业以获得更多收入。缓了半天，脑子还是一团浆糊。奈布只能干巴巴问：这个也有必要讨论吗？更震惊的是直播还有那么多门道。奈布还以为诺顿直接操进来就可以了。雇佣兵那张无甚表情的脸上竟然显出些局促。做黄播的不应该早就习惯这些了。诺顿心里涌起疑惑，眼睛眨了眨，掩去眼底那点探究，他换上一脸诚恳表示，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做，我不希望你在过程中觉得哪里不满意。被那双壁虎般的绿眼睛直直盯着，奈布隐约捕捉到一丝微妙。可在涟漪波动之前，诺顿立刻移开视线，接着解释，直播中双方都全身心投入，才能真正有感染力。而且不同姿势对打光、收音、观感都有影响，第一次选对合适的，更有概率受观众欢迎。那就后入好了。奈布接受了这个说法，他果断选了一个不用看着对方脸做的体位。毕竟是和朝夕相见的室友裸成相对肉体相处，要是还得大眼瞪小眼，那场面怎么想象怎么尴尬。其实我更推荐传教士，我们扮演情侣还是看着对方脸做比较好。正面我能随时注意你的反应，要是哪里不适应，可以立刻停下。诺顿一眨不眨望向奈布，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的小心思，神情倒是越发真诚了。当然以你的决定为准，你觉得从后面来更舒服的话，那就后入。他才不会告诉奈布，因为机会难得，做的时候他想仔细欣赏雇佣兵那张一贯冷淡的脸。好不容易要把人哄上床了，万一播了一次没有下次了呢？按你说的传教士吧。奈布沉默一会儿，选择了听从诺顿建议。相比而言，对方有过成功经验，干这行更有心得。如果他们确定合作，以后迟早也要过这脸对脸一关。而且奈布不想继续坚持，诺顿的语气听着好像他很想让对方从后面狠狠操自己一样。情不自禁的画面联想让他感到了一丝不自在。奈布夹紧双腿，忽略这点微妙变化。OK。诺顿甚至拿了个笔记本在写画画，还有，一般和别人做你更喜欢粗暴的还是温柔的？最长承受时间大概是多久？因为我坐上头可能会有点狠，如果你受不了，我们最好定一个安全词。觉得忍耐不住的时候念出来，我会尽量停下。奈布有点听妈了，真要这么事无巨细吗？不过诺顿坦然的态度让他感到一丝轻松，并没用猎奇的目光打量，也没有猥亵言语挑逗，只是例行公事的客观讨论。这种直白反而让他能坦陈自己的情况。我不知道。奈布看向诺顿询问的目光，我没和别人做过。诺顿面容有一瞬间凝滞，那表情很难描述，像是看到太阳打东边出来的不可置信，又像是突然中了大奖不知所措的茫然。这反应让奈布不明所以，谨慎打量他。一段时间沉默过后，只见诺顿喉结滚动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阴哑，那你真的确定要和我做吗？
他用一种仿佛在做梦，但又怕美梦被打破的小心翼翼问：不确定我找你干什么？奈布莫名其妙，明明是这家伙先提出的建议，为什么事到临头反而是他变得犹犹豫豫？回想前一句对话，奈布恍然推测，难道坎贝尔是发现他没经验而后悔提出合作？直播合作自然是喜欢找技巧成熟、火辣性感的，大众对于双性人的印象一直是性欲旺盛、作风放荡。或许坎贝尔一开始也以为他是性经验丰富的婊子，一旦合作就能强强联手，配合默契。然而硬邦邦的雇佣兵本就不适合干这个。意识到这点，奈布胸口猛然涌起一阵齿轮卡壳般的阻塞。平心而论，他不讨厌坎贝尔，作为室友，他们甚至称得上难得契合。两人都极度排斥私人领域被侵扰，此前也因频繁更换租所而深谙糟糕合租者的特质：聒噪、越界、傲慢或沉溺药物。当发现对方同样寡言自律，不酗酒、不吸毒、不吵闹、认真工作，能在狭小空间里维持精确的社交距离，某种无声契约便在他们擦拭武器与计算酬金的间隙里达成了。合作至少得是跟看得顺眼的人。不巧奈布看不顺眼的很多，错过面前这个，或许真的很难找到下一个。但他并没有挽留。如果对方无意，再怎么坚持也是徒劳。想通后，奈布没再纠结，压下情绪直接开口：既然不合适，我另找别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诺顿声音骤然拔高，双手如铁钳箍紧奈布手臂，指节泛白。看清雇佣兵困惑皱眉的脸，反应过来自己失态，他迅速松手，指尖细微痉挛，喉结滚动2下才找回平稳声线：我是说，没做过确实有些麻烦，直播时效果没法把控。最重要的是，萨贝达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我可不希望合作者半途而废，影响到我事业。他死死盯着奈布，像是不经意地补了一句：如果只是急用钱，你可以找我借，看在我们还算熟的份上，我会少收点利息。奈布想到近期迫切的金额需要，没什么动摇。借钱又能应付得了多久呢？都是在烂泥坑里的人，又不是不知道彼此的境况。对视诺顿比平日更加暗沉的绿眸，他点了点头：我决定好了。可以无套吗？可以。可以内射吗？可以。那么，可以接吻吗？可以。同样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回答。奈布不是拖泥带水的性格，最终确认完毕，两人公事公办敞开讨论，把这次合作，或者说是性爱尽量控制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且效果最佳的范围。诺顿把和奈布商讨的细节全部记录下来。正式直播之前，两人决定以录视频的形式先做一次试试相性。毕竟奈布没有经验，一开始就直播做爱，或许没法适应，反应不行反而可能掉人气。初次时间约在明晚，正好是周六，不会影响工作。该是养精蓄锐的时候，然而诺顿根本睡不着。打开网站，他搜罗起雇佣兵奈寥寥几次的直播录屏。看到屏幕上青年动作生涩的张开腿自慰，他抓乱头发，恨不得给之前提议合作的自己一拳。他有些后悔提出建议了。诺顿早就知道双人色情直播更容易涨人气，但他一直做单人直播，自然不是因为坚持什么原则。一是单纯觉得牵扯合作麻烦，二是找不到合适对象。在网站上看来看去都是千篇一律让他毫无欲望的肉体，还不如操飞机杯。身边倒是有个很可以的，诺顿很早开始就对自己的室友奈布萨贝达产生了点难以描述的想法，对方脸好看，性格酷，身材又辣，完全就是他的心选。只可惜萨贝达平时表现钢铁直男，总是一身都冒眼的严严实实，连幻想的余地都没有。只有偶然有一次，诺顿外出应酬提前回来，那段时间老旧出租屋的浴室门锁不巧坏了。醉醺醺状态没有注意声响，他一头撞进浴室，正好看到刚洗完澡的奈布裸着上半身，下体也只是浴巾堪堪围住。雾气缠绕，水珠沿着赤裸胸膛往下落，渗入神秘的三角沟。
和当场起立差点遮掩不住的诺顿不同，奈布冷望他一眼，态度仍然淡定平静，像在自己房间一样。出去抱歉。只看了一眼，那具赤裸肉体的每一处细节都再也无法从脑内抹去。诺顿道歉完，立刻就冲回房间自己解决了，连那句嗓音低沉的出去都被他酒劲上头当配菜反复品味冲了好几遍。可他根本不敢让真实的萨贝达知道他的心思，凭对方那干脆利落的硬汉作风，知道了只可能给他鼻血狂飙的一拳。就算有其他倾向，对方一个打10个的身手，也不可能当下面那个。诺顿是纯一，也不乐意当下面那个，重申人家是直男，所以一直把自己的感情隐瞒得很严实。直到今天，诺顿在出差酒店打开直播准备上线，瞥见首页推荐蹦出一副伤痕累累却格外性感的肉体画面，莫名和浴室里惊鸿一瞥就深深烙进脑海的躯体极其相似。诺顿下意识就点了进去，在看清那肉体的瞬间，直接欲火焚身，遍布疤痕真的和记忆里雇佣兵身上的伤痕位置一模一样。而且主播在动作时露出一点下半脸，唇角特征的缝合疤也和那部完全吻合。只是不同于一贯的冷硬，那具矫健躯体重重遮掩的最隐秘处，竟然多出一个只渴望挨操的粉嫩柔软的洞。操他的萨贝达是个双性。这简直就像天上掉金矿一下子砸中自己脑袋。诺顿对双性并没什么兴趣，但如果这个双性是萨贝达，那他可太有兴趣了。发现屏幕里的色情主播很可能就是自己暗恋已久的同居室友后，被狂喜所裹挟，他立刻下播跑来验证并谈起合作，当时满脑子只想着先想办法上了奈布的床，甚至不惜利用各种方式诱导施压。可谁想得到，在黄网直播的会是个毫无经验的厨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真希望和奈布的每一次都能私自珍藏，而不是上传到网络上被所有人放大观看。这当然不可能，没有合作伙伴这一身份，他连触碰奈布的资格都没有。要不是今晚点进奈布直播，发现了他隐藏的秘密，他还不知道要现在对对方的单相思里多久。或许直到哪一方搬离这座公寓，变成2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。诺顿知道自己这么做很卑鄙，简直就像把闪闪发光的宝石放在分岔路口，引诱别人深入去捡一样。明明前方是一条坑坑洼洼，甚至埋藏了无底洞的烂道，可是诺顿总是偷偷观察自己这名室友。他清楚，哪怕过得再糟，没有人能强迫萨贝达去做他确实不愿意的事情。同意和诺顿合作，纵然有他的暗中诱导，也是对方权衡过风险与收益后才做下的决定。就像他当初选择漂洋过海当雇佣兵，而不是留在尼泊尔老家勉强度日，就是因为这个操蛋的世道。他们一出生就在谷底，却都妄想攀上顶峰，非得选择跨越深渊的捷径不可。至于会不会中途坠落，管他呢，赌徒可没有放眼未来的余裕。电脑屏幕灯光明灭，诺顿垂下眼眸，下定了决心。如果奈布确定要走这条路，却选了跟别人合作，他一定会后悔到发疯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自己先占领他身边的那个位置。就这么说服自己，没有回头路了。既然前方是悬崖，那就让他们纠缠着贴着岩壁往上爬，像那些一心只想跨越高地的藤蔓。